在一个本该沉睡的夜晚，你突然毫无预兆地睁开眼睛，房间里一片死寂，只有闹钟微弱的滴答声。你摸索着拿起手机，荧幕刺眼的强光让你不自觉地眯起眼，上面显示的时间不多不少，正好是凌晨3点。你并不觉得尿急，也没有被噩梦惊醒，但你的大脑却异常清醒，那种清醒带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孤独感。你试着翻身再睡，脑袋里却开始自动播放白天的琐事、未完成的工作，甚至是多年前的一件尴尬小事。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想睡却睡不着，清醒却很疲惫的怪圈。为什么偏偏是3点？为什么不是一点也不是快天亮的5点？在医学与生理学的角度看来，这绝对不是巧合，这是一个信号，是你的身体正在跨越层层迷雾，试图唤醒你，告诉你，嘿，我的内部平衡出问题了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们将从科学、中医以及生活环境3个维度，彻底拆解凌晨3点醒来背后的真相，并提供一套完整的修复方案。如果你也深受其扰，请一定要耐心地看到最后。如果你也常在深夜醒来，觉得身体好像快要透支，欢迎来到健康之库 Pro， 我们不只聊症状，更帮你找回身体的掌控权。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像今天这样科学且实用的健康方案，请先点击下方的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健康值得我们一起专业的守护。自律神经的深夜拉锯战。首先，我们要认识身体里的2位隐形指挥官——自律神经系统。自律神经负责控制我们心跳、呼吸、消化等所有不需要大脑刻意下指令的功能。它分为2大部分：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。你可以把交感神经想象成车子的油门，负责让我们兴奋、应对压力、战斗或逃跑；而副交感神经则是刹车，负责让我们放松、修复与入睡。为什么3点是敏感时段？在正常的生理节奏中，入睡后的深夜应该是副交感神经全面接管，进行全身大修复的时刻。然而凌晨3点到4点左右是身体准备切换模式的过渡期，在这个时段，人体会为了即将到来的清晨做准备，皮质醇，也就是压力荷尔蒙，会开始缓慢上升，而褪黑激素、助眠荷尔蒙则开始下降。对于一个神经系统健康的人来说，这个切换是平滑的，你根本不会察觉。但是如果你长期处于高压焦虑，或是那种追求完美、什么都往心里扛的性格，你的交感神经就会处于一种过度活跃的状态。即便你睡着了，你的油门其实还在空转。当3点这个切换点到来，哪怕只是皮质醇微弱的一丁点波动，对于你那紧绷的神经来说，都像是在安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巨石。神经系统会误判为危险来了或该战斗了，于是瞬间把你从深度睡眠中拽醒。这就是为什么醒来后你会感到心跳略微加快，脑袋异常清醒，因为你的身体以为要开始应战了。这反映出你的自律神经已经失去弹性，你的压力水槽已经满溢。中医观点：肝脏的无声抗议。除了西方医学的神经观点，传统中医的智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视角。在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中，有一套著名的子午流注理论。这套理论认为，人体的12条经络对应着一天的12个时辰，而凌晨1点到3点正是肝经当令最为活跃的时间。肝经在3点做什么？中医认为肝藏血主疏泄，在凌晨1点到3点这段时间，全身的血液应该回流到肝脏进行过滤解毒与更新。如果说睡眠是人体的充电过程，那么这段时间就是清理电池杂质的关键。为什么你会在此时被吵醒？如果你有以下生活习惯，你的肝脏可能就在3点对你发出抗议：饮食负担过重，晚餐吃的太油太咸，或是睡前饮酒。酒精与油脂需要肝脏高强度运作来代谢，这会产生多余的热能，也就是所谓的肝火。情绪郁结，这是最常被忽略的一点。中医说肝主怒，如果你白天累积了太多的委屈、愤怒或憋屈，这股气会导致肝气郁结，到了凌晨肝经运行时，气血运行不畅，产生的烦热会扰动心神，直接把你叫醒。长期熬夜，你的肝脏习惯了在深夜帮你处理精神压力，导致功能紊乱。所以如果你总是准时在3点醒来，这不只是睡眠问题，更是你的肝脏在求救，它在告诉你，我真的处理不完了，请帮我减负担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先请大家帮我做个小测试。你通常醒来后，脑袋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什么？ A. 明天的工作做不完。 B. 刚刚那个梦好奇怪。 C. 身体觉得燥热，心跳很快。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代号。睡眠品质不佳，环境与周期的陷阱。有时候醒来的原因可能没那么玄，单纯是因为你的睡眠架构太过脆弱。科学研究显示，人类的睡眠是由多个约90分钟的周期组成的，每个周期包含了
浅睡期、深睡期与快速动眼期。如果你在晚上11点多入睡到了凌晨3点左右，你刚好完成了2到3个完整的周期，此时你正好处于浅睡阶段。在浅睡阶段，你的大脑对外界讯号的过滤能力会降到最低。如果你有以下问题，就极易在此时醒来。蓝光的遗毒，睡前滑手机会让蓝光直射视网膜，抑制褪黑激素分泌，这会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很薄，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软木塞，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行了。室温与温差，凌晨3点通常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。如果房间太闷热，身体无法通过降温进入深睡；如果太冷，身体为了保暖会分泌肾上腺素，这两者都会让你从浅睡中清醒。光污染，哪怕是窗帘缝隙透进来的路灯，或是房内电子设备的指示灯，都会在浅睡期干扰大脑，让他以为天快亮了。改善方法，找回消失的睡眠。听完了原因，你可能想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再看到3点的时钟了。别担心，这里有一套实践方案。我们从睡前、饮食、环境3方面入手。1、睡前放松，重启自律神经478呼吸法，吸气4秒，憋气7秒，呼气8秒，这能有效刺激副交感神经。温和伸展，睡前5分钟做一些猫式伸展或婴儿式，放松紧绷的肌肉。睡前1小时断电，把手机放远。如果你真的脑袋停不下来，试着写下烦恼清单，把担心的事情写在纸上，告诉大脑，这件事我已经记录了，明天再处理。2、避免刺激，减轻肝脏压力。晚餐减压，避开重口味与酒精。虽然酒精能让你快速入睡，但它会导致睡眠破碎化，正是让你3点醒来的元凶。控水，睡前1小时减少饮水量，避免因为夜尿破坏睡眠周期。3、优化环境，打造睡眠圣殿，彻底遮光，使用100%遮光帘，或者戴上舒适的真丝眼罩，恒温控制。研究发现，摄氏22到24度是最适合深度睡眠的温度。听觉白噪音，稳定的雨声或风声能掩盖深夜突然出现的细微杂音。善良的你值得一个好觉。其实凌晨3点的清醒，往往是身体对你的一种温柔体贴，它是你的守护神，在提醒你，你白天扛得太重了，走得太快了，你的心里积累了太多的淤泥没有清理，它在强迫你停下来，去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去照顾那个一直说没事的自己。睡眠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一场神圣的修复。从今晚开始，试着放下那些你暂时解决不了的烦恼，关掉荧幕，给自己的神经和器官一个喘息的机会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健康之库 Pro 的观众说，凌晨3点的醒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独自承担那份不安。加入我们的频道，就是加入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专业社群。除了凌晨醒来，你最近还有哪些身体发出的小讯号，让你感到困扰吗？留言告诉我，你的留言可能就是我们下一集健康之库 Pro 深度解析的主题。我是小刘，愿你今晚有个好梦，我们下次见。